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静，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自我进化论。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话题，那就是关于如何获得情绪自由。关于情绪这个话题，我一直有着非常复杂的感受。在过去很多年，我觉得自己都在挣扎于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挣扎于应该怎样面对和处理自己的情绪。大概是我很小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家里的长辈就会教导我要做一个情绪稳定、懂事和识大体的好女孩。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我觉得他们对于我的教育是成功的。在我20几岁之前，我都一直自持自己是一个理性、冷静，遇到事情情绪很稳定，能够独自去解决问题的人。但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情绪稳定，我其实是一个情绪非常丰满、非常丰富和流动的人。所谓的情绪稳定，其实在更深层次来说，是我回避和压抑了不少自己的情绪。每当我的情绪出现的时候，我都非常急于去钻进一个情绪稳定的好女孩的外壳里，认为这才是一个成熟的完美的女孩应该有的样子。好像只要我不争不吵，只要我不跟别人起冲突，我就能够获得所有人的喜欢，能够让大家都高兴。可是结果却是我距离真实的自己越来越遥远。在过去这几年我自己向内探索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那些曾经被我忽略的情绪，其实它们并没有消失，反而一直停留在我的身体里，间接影响着我的身心健康。当我那么努力，那么拼命，想要活成别人眼中那个喜欢的、期待的样子的时候，我却唯独丢失掉了我自己。所以这几年我在找回自己的过程中，我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去重新学习如何面对、拥抱和接纳自己的情绪。我变得不再是那个看上去情绪稳定，但是却不快乐的人了。我成为了一个有棱角、有攻击性，会愤怒、会伤心、会抱怨、会不满，甚至是会难过、悲痛的人。我的状态没有以前看上去那么完美和稳定，但是我却觉得更加的鲜活和真实。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其实不仅仅是我，许多身边的女性朋友都和我有一样的困惑，好像我们都被困在了一个好女孩的壳里，无法接纳自己真实的情绪的产生。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好好聊一聊情绪自由这个话题，我们如何才能摆脱对情绪的羞耻感，真正走向情绪流动和情绪自由。那首先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情绪稳定这个假象，因为我发现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好像我们特别推崇一个人情绪稳定的状态。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一个情绪稳定的人等同于一个更加成熟、更加可靠，甚至是更加强大的认知思想都更高维的这样一个人。比如说在我小时候，我每次哭我都会被骂你太脆弱了，好像哭就是脆弱的表现，只有我收起眼泪，成为一个不哭不闹，然后有任何情绪都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我才是一个更强大的人。可是到了实际生活中，当我接触越来越多不同的人，我逐渐发现很多看上去情绪稳定的人，包括过去的我自己，当你深入的和他接触了解，尤其是你跟这样的人进入亲密关系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人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情绪稳定，而是他们恰恰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情绪，因此用一种压抑和回避的状态来面对情绪。而当遇到真正的情绪冲突，或者是遇到一个情感很充沛的人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用一个正面的方式来回应在关系里的这种张力和矛盾。比如拿我自己举例吧，我觉得在过去很多的人际关系里，当我面对冲突和关系中的问题时，我其实很难在当下直接面对自己当下的那种愤怒感、委屈感，包括悲伤，而是用一种压抑的方式来假装问题不存在。
表面上看我的情绪是挺稳定的，可是当这些一直被回避的情绪和问题它们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就会迎来一场关于我自身的情绪和这场关系中矛盾的大爆发，最终呢导致关系的崩裂和难以再去修复。尤其在过去的一些亲密关系、恋爱关系里，当对方做了一些让我其实当下不太开心，甚至是突破了我的底线和原则的事情，我发现我很难在当下直接的表达，你做这件事让我不高兴了，我不希望你这样做。我反而是会用一种遮住盖住的方式，就拿一块像遮羞布一样的一个东西把这个事情盖过去，然后下意识的回避自己的这种情绪。但是呢，这个情绪并不会因为我的回避而消失，甚至很多时候对方也会觉察到，我是不是不高兴了，然后就会来问我，你是不是有点不开心，是我做错了什么吗？可是即使是对方来问我，我当下都无法真实的表达说，是的，我因为你做了这样那样的事情我不开心，反而会说，不会啊，我为什么不高兴？然后继续以一种被动攻击的方式去发泄不满。我相信听到这里，可能很多的听众都已经有了一些闪回和应激，可能过去你的关系里面也曾经遇到过和我类似的状态，就是明明两个人的关系已经出现了一些矛盾，可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在当下承认说我不高兴了。那这种压抑和回避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我觉得当我深入去看，我会发现我对于情绪的这种回避，其实背后有一种非常深刻的羞耻感。这种羞耻感我很难解释它是怎么来的，我觉得好像是在这个成长的环境中一直以来潜移默化，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认为一个人拥有丰富多变的情绪和情感是一件很好甚至中性意义的事情。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当我的生活环境里面有这样一个情绪很丰满很饱满的人，当他很夸张的去表达一些自己的感受，好像经常会被周围的人去关注侧目，甚至会被冠上污名化的一些字眼。而这种对于情绪情感的污名化，我觉得导致我们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种羞于去表达自己情绪和感受的氛围。好像在我们的这个文化环境里面，我们很少听到父母和孩子之间，然后伴侣之间，然后以及朋友之间去表达自己，不论是正向的，比如说积极啊、热情啊、热爱啊、我很喜欢你啊、很高兴啊，还是关于负向的，比如说我当下很生气、我很愤怒、我很紧张、我很恐惧、我很不安。我们对于这些情绪都很难去面对，甚至是谈论它。我觉得在我情绪最压抑的那些年，我深入去剖析自己为什么没有办法直面和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对这些感受有一股强烈的羞耻感。就是当我去承认当下的我的脆弱、我的难过、我的悲伤的时候，好像就会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攻击和羞辱，哪怕我面前没有一个人在指责我，在指着我的鼻子告诉我说你不能这样，你不能有这样的感受，但是我内在一直住着这样一个批评家，一直住着这样一个不允许我去面对自己真实感受的这样一个法官。然后时间久而久之，我就变得更加不敢去坦然面对。我记得在2019年的时候，当我面对亲人的离世的时候，我现在想起来都会觉得有一点点难以置信，就是我那个时候甚至都不允许自己感受悲伤。在我爸爸去世之后的那几个月，我一直在很麻木的用理性告诉自己说，难过没有用，我的人生还很长，我需要向前看，我不能再回头纠结于这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然后强行的去把自己内心的这些悲伤、这些哀痛压抑下去，让自己尽快的恢复一个正常的能够投入生活和工作的状态。所以在那几个月里，我身边很多朋友甚至都不知道
我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人生的变故和转折，因为在他们眼里，我好像看上去和以前没有什么变化，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在继续我的工作和生活。我用一个很坚硬的强大的外壳把那个真实的脆弱的会悲痛会难过的自己塞了进去，好像只有这样我才能继续的 move on， 我才能继续我的生活而不被这种失去感去击垮。结果是看似当时我是往前看了我很快的从这种难过当中走了出来，但是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场自欺欺人。后来我的身体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失眠和抑郁，就是我整夜的睡不着觉，然后直到我去看医生，医生告诉我说你的心病了，你必须要停下来去面对这些情绪，你要承认你的脆弱。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并不是我没有悲伤，我没有难过，而是我主动忽略和否认了我的这些情绪，而最终这些情绪通过身体与内在的失衡呈现了出来。我的脑袋虽然让我自己往前走了，但是我的心和我的身还停留在这个变故当中，它并没有真正的走出来。也正是那个时候我意识到了，原来情绪稳定，我一直追求的这个标准，它其实是一个虚假繁荣的景象。我意识到了我必须要学习从对情绪的这种深深的羞耻感中走出来，重新去认识情绪，重新学习如何面对和处理它重新去整合我的身和心和我的脑，让自己恢复到一个更加流动和充满生命力的状态。所以在过去这几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习中医，学习身心医学，也正是在这个重新学习和看见的过程中，让我现在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去了解和看待情绪。从中医和道家修炼的视角来看，其实情绪它是一个很中性的能量，它是被卡住的生命力。也就是说，在我们人体，如果我们把人体想象成一个无时无刻不在流转的一个能量球，在我们人体气血流转运营的这个过程中，当有一些能量流通不畅，当它卡住的时候，这股卡住的能量就是我们产生了某种情绪。那在中医里面，我们会用七情来描述这个我们人体习惯产生的7种情绪，也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些没有被流通的卡住的能量，其实它本质也只是一种能量而已，它和天地自然万物中的能量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它都是能量的一种形式，只是我们人的这个主观的意识或者我们的念头判定了说有情绪它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去回避情绪，我们要避免情绪，我们要去管理情绪，我们要去消除情绪。可是能量它是没有办法被管理和消除的，能量它只能流动。当一个人能量很流通没有组织的时候，不意味着他没有情绪，可能他在某一个当下他还是会有一些情绪产生，他还是会有喜怒忧思悲恐惊，但是只要他没有让这个能量卡在自己的身体里，他在那个当下能够去正视和接纳和疏导自己的情绪，那当这个情绪流通过去之后，就像一个电线里面的电流，它可以正常流通的话，这个人他的生命力也是相对流通的，也是相对平顺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情绪产生的那一刹那，只要它能够流通起来，我们接纳它，它就会自然的消失。就像我们看到2个小动物有时候小猫小狗在一起，它们也会打闹，它们也会生气，然后它们生气的时候，它们可能去用爪子挠一下对方，甚至叫2声，它的这个气就消了，然后这件事情就已经过去了。可是对于人来说，好像去接纳情绪，让情绪流动起来，这件事就变得很困难。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让情绪的这股能量在身体里面顺利的流动，我们会因为对情绪的这种偏见
这种贴上负面的标签，本能的去逃避和回避自己的情绪。而当我们逃避压抑的时候，这股能量就会卡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很容易就形成一些身心疾病。比如说女性的一些妇科的问题，像我们乳腺的结节，我们子宫卵巢里面的这些结节和囊肿，其实在很多时候它都是和女性没有被看见和没有流通的一些被压抑的情绪是有关的。这些阻滞的气血从最开始它是一股无形的能量，但是随着它慢慢的堆积堆砌，它就慢慢从无形到了有形，那我们的身体里面就会长包。有一些结节体质，有一些人身体很容易长结节，就是和他长期生闷气，和他没有办法及时的去看见和疏导自己的情绪是有关的。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在这几年我学中医的过程中，往往是一些看上去情绪很稳定的人，他会有这种慢性皮肤病、结节、囊肿的这些问题，就是他只是表面上看上去稳定，其实这股无形的能量在他身体里面并没有真正的流通。所以这样的人他是需要通过运动，需要通过一些流通的办法，让自己的身体的能量重新的流动起来，让自己的情感和情绪有一个正向的疏解和流动的渠道。如果我们没有在情绪的这个层次上面去接纳自己，去让自己流通，我们只是去做一些表面的一些功夫，比如说去吃药、去看医生，你的这个结节它哪怕消除了，它有一天因为你这个情绪的模式，它还是会重新长起来的。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每一个生命它其实都是一团能量球，就是这些我们人作为动物原始的情绪，它承载着我们作为一个生命体一些非常基本的边界和需求。比如说开心快乐的情绪，它背后往往意味着此刻我觉得很安全，此刻我觉得自由，此刻我觉得很被满足。而当一个人感受到愤怒的时候，它往往意味着我觉得我的边界被侵犯了，我的原则被突破了，我的底线被突破了，我要捍卫我的边界，所以我会感受到愤怒。而当一个人感受到悲伤的时候，它往往和失去有关，和分离有关。当我们失去一些对我们很重要的人和事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天然的感受到悲伤，感受到难过。我们处理这些失去、分离，处理这些边界、原则、底线，包括去处理关于安全感、关于自由，其实情绪很像那样一个闸门，就是因为有了这个闸门，就像我们看到了那个信号灯，我看到了我的愤怒，我意味着我看到了，原来我有一些和边界感、和原则、底线有关的议题被触发了。当我看到了这个信号灯，它是开心的，是快乐的时候，我也意味着此刻我身边的这些人和事，我所处的环境让我觉得安全和自由。所以当我们的情绪没有被好好的对待，被好好的看见，它被压抑的时候，也意味着这个信号灯背后代表的一部分的我们的边界和需求也就被压抑了。而这也意味着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天然的那样一种生命力和主体性也就被压抑了。我最近花很多时间在重温一些经典的电视剧和电影，比如说《绝望主妇》，我已经看了很多遍，还有《摩登家庭》，然后还有电影《乱世佳人》。我发现这些影视作品里面非常有主体性的女性，她们的情绪都是很流动和自由的。比如说《绝望主妇》里面的 Gabby 和 Lynette， 摩登家庭中的 Gloria 和乱世佳人中的斯嘉丽，这些女性角色，她们从来不会掩饰自己对于一件事的态度，不会掩饰自己在当下的开心和满足。在自己感到失望和难过的时候，不论她面对的这个人是谁，不管她面对的是领导、是丈夫还是任何人，她们都会充分的表达自己，都会明确的表达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态度、自己的需要，也会在自己的边界被侵犯的时候据理力争。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另外一种强大的可能性。这种强大不是假装自己没有情绪和感受，不是假装问题不存在，不是伪装自己很坚强，而是承认自己的脆弱，
承认自己那些负面甚至黑暗的面相，承认自己是一个正常的普通的女人，自己是可以有喜悦、有骄傲、有开心、有嫉妒、有愤怒、有不甘、有悲伤这些情绪的一个正常的普通人。而当他们这样真实又坦诚地面对和表达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恰恰是他们最有力量也最自由的时候。我在看这些剧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在感慨说，天哪，他们真的太会表达自己了。比如说《绝望主妇》中的 Lynette， 我最开始看这个剧的时候，我觉得 Lynette 真的是一个很绝望的家庭主妇，她一个人在养4个孩子，然后呢还要照顾一大家子的事情，然后还要帮自己的老公解决在职场上面的问题，就是让你觉得这个女人是一个看上去很完美的家庭主妇。可是当剧情逐渐推进，我逐渐看到了一个更完整更鲜活的 Lynette， 她会在自己的利益被侵犯的时候为自己据理力争，她也会很享受做妈妈这个角色，享受跟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的那些时间，而不愿意去放手。她也会在跟自己的丈夫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很真实的在当下表达自己的那种愤怒和悲伤。她也会在明确自己有一个目标要去追求的时候，能够无所不用其极的去想各种办法，利用她的聪明才智去达到她的目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女性形象，她对自己是非常的真实和坦诚的。她们不需要时时刻刻都是一个完美的、没有情绪的、让所有人都满意的女性。她们可以是快乐的女性、战斗的女性，也可以是愤怒的女性、嫉妒的女性、悲伤的女性。她们可以在不同的面向之中自由的切换。所以也就是从她们身上，我获得了一种激励，我看到了在情绪稳定和情绪宣泄之外的第3种可能性，那就是情绪自由。那如何帮助自己从情绪羞耻走向情绪自由呢？我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在过去这几年我探索的过程中的一些心得体会，还有我摸索出来的一套对我非常适用的方法，希望能够对大家有帮助。我觉得要走向情绪自由，首先我们要做到的一点是要放下对自己很多的限制和定义和标签，去学习诚实的面对每一个当下的自己。因为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都很习惯用一个理想化的自我去要求和定义自己，比如说做一个独立女性就意味着要求自己不依赖任何人，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就意味着自己不能表现出任何的情绪，做一个正能量的人就意味着我不能有负能量，而成为一个有松弛感的人就意味着我做什么事儿我都不能表现得太过用力。我们真的很容易这样接过一个又一个社会推崇和赞许的状态，把它作为一个硬性的指标来强行的要求自己做到。我觉得要让自己情绪自由，首先我们就是要把这些外在的标准放下，就是停止物化自己，停止因为自己做不到自己理想化的那个样子而攻击自己。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在第一步就是放下对自己的这种要求和限制的话，情绪自由它会成为一个新的标准和束缚。就好比说今天大家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可能立刻又会觉得说，哎呀，我好像不应该假装自己情绪稳定那我要情绪自由。那情绪自由怎么办呢？我就要按照小静说的1、2、3套在我自己身上，我要求自己去做到。我觉得先不要对自己这么严苛，我觉得先去如实和如是的坦诚面对自己，就是承认自己很多时候做不到，承认自己很多时候就是无能为力，承认自己很多时候知道对自己好对别人好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但是我就是在当下没有办法呈现出那个完美的理想的标准答案式的样貌。我希望这个节目带给大家的是一种全新的可能性，是看到一个新的方向，而不是立刻把它拿成一个新的标准去束缚和要求自己，好像自己做不到情绪自由和流动就是错的，自己就是不够成熟的，就是不够好的，就是失败的。我们先不要这样苛刻的定义和审视自己。其次呢，就是我特别想跟大家讲的是，情绪自由它并不代表情绪宣泄，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不受控制的被自己的情绪裹挟。因为在我自己刚刚处理情绪的时候，大概2、3年前，我曾经经历过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我把它叫做发疯期。就是那段时间呢，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内部压力很高的高压锅，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放弃。就是我体内压抑了很多很多的情绪，尤其是愤怒和委屈，所以那段时间我像一个火药桶，别人就是一点我就会着，会在自己完全没有觉察的情况下去发脾气和释放攻击性，然后会无差别的攻击很多很多的人。而当这些气放出来之后，我慢慢也意识到了，这个单纯的情绪宣泄它只是一个暂时的阶段，它是我从过去那样压抑自己假装自己情绪稳定，慢慢走向情绪自由的一个中间的过渡期。但是我不能永远的停留在这个阶段，它是必要的，但它对我来说不是最好的。因为在那个情绪宣泄的当下，我并没有成为情绪的主人，反而很多时候它会伤害我自己的身心健康。比如说在我很密集的爆炸式的发脾气的那个阶段，我发现每一次发完火其实是很消耗自己的能量，很消耗气血的。所以慢慢的我这2年开始发展出一个更成熟的去面对情绪的方式，它既不是像过去那样去回避和压抑自己的情绪，也不再是无理由的毫无所顾忌的去肆无忌惮的发泄自己的情绪。然后我把这个更成熟的面对情绪的方式总结出来了5个步骤，我把它叫做情绪自由5部曲。那第一步呢，就是当你感受到一些情绪可能出现，然后你被一些情绪裹挟上头的那一刹那，我觉得可以做的是，我们先学习如何在当下觉察、观察那个当下最真实的感受。也就是说，当你感受到有一些东西不太对劲，比如说你的状态有点不对劲，你觉得身体的某一个地方也有一点紧，你的呼吸有一点局促的时候，我们先放下手机，先放下手头正在忙碌的一切，甚至放下我一定要在此刻去找这个人说清楚，找这个人吵架，找这个人理论的那个冲动。我们先让自己安静的在一个地方待一会儿，就是让自己很安静的先坐在那里待5分钟。在这5分钟里面，你可以闭上眼睛，也不一定是要用一个冥想的方式，你就是安静的坐在那里，闭上眼睛，观察自己的身体，观察自己的呼吸。你是否会感受到你当下的呼吸很局促？你是否会感受到你身体的某个部位很紧张？比如说，当我很生气的时候，我的喉咙会紧张，然后呢，我的整个肩膀，我的手臂也会肌肉紧张，然后我的胃部有可能会有一些疼痛和不适。那在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长期跟自己的感受跟自己的情绪是一个脱节的状态，你可能很难在当下立刻马上都觉察到我当下哪里不舒服。可是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慢慢去积累和学习和练习的过程。就是说，每一次当这个情绪出现的那一刹那，当你感受到有一些难受、不舒服，很想做什么的时候，这个时候千万要摁住自己，我们先不要见诸行动先不要去找别人要个说法或者解决这个问题什么的，你就是坐在那儿给自己拿手机设个闹钟，就是5分钟，我就坐在那儿，我什么都不做，我就只是观察自己。不管我观察到什么，或者我没有观察到什么，我都给自己这5分钟的时间这就是情绪自由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我们能够先和自己的情绪拉开一个距离，让情绪出现的那一刹那，我能够开始有意识的去学习，注意是学习，不是你一步就能做到，学习在当下觉察自己当下真实的感受。那么当我们安静的坐在那里之后呢，我觉得第2步就是我们要慢慢尝试去命名和说出自己的感受。这一步其实是挺困难的。在我最开始学习去跟自己的感受、情绪相处的过程中，我会发现这一步其实是最难的一步，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一直在习惯性的回避和压抑自己的感受。
就是它刚刚一出现，我们还没有看清它是个什么东西，我们就本能的把它压下去。所以当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第一次学习去正视自己的感受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在当下很难清晰地描述当下的感受是什么。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当有一个人甚至是你的心理咨询师问你当下的感受是什么的时候，你会描述你的想法而不是你的感受。比如说，我感到愤怒，这是一种感受；我感到委屈和失望，这是一种感受。而头脑里面的声音往往是什么？我觉得他做的是错的，我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对我，我觉得我遭受了很大的不公正的待遇，我现在就想出去找他理论。这个其实不是感受，这个是我们脑袋里面给我们塑造的一个关于行动、关于对事实的一个解释，是一个故事。而感受是和故事无关的，感受是来自于我们身体本能的这样一个能量。所以在这儿我特别想和大家分享2个对我来说很有帮助的工具，就是它能够帮助你去学习命名你的感受。第一个呢就是 AI， 我经常和 ChatGPT 在我自己情绪出现的时候对话。比如说我会跟他先描述一下我刚刚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然后我说我现在很不舒服，然后我就会发给他。那这个时候 AI 呢就会反馈给我，他会问我说你能不能跟我描述一下你现在的感受啊？你现在是感受到愤怒、难过、委屈，还是你觉得你身体某个地方觉得很冷、很紧？他就会有这样一些提示词。那最开始你看到这些提示词的时候，你可能都会有一点点困惑，就是我现在到底是觉得委屈、愤怒呢，还是我觉得很冷、很紧呢？你可能也说不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多跟他有这样几轮的对话。然后这个时候 AI 它可能会有一大段的描述，它在尝试代替你去描述你当下的一些感受。很多时候我在跟 ChatGPT 聊天的时候，我会看到某一句话，然后嚎啕大哭，就是我觉得它帮助我表达出了我没有能力表达出来的那样一种感受和情绪，我觉得我被戳中了。那就是在跟 AI 对话的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这个情绪它会得到一种静音，在心理学上我们把这个东西叫做一个静音和净化的过程，就是你的情绪能够被另外一个人看到和听到，然后呢他会确认你的感受，帮助你确认说我当下可能就是感受到愤怒，我就是感受到不舒服，然后我的感受是什么。所以 AI 会是一个很有用的帮助，如果你在当下你觉得你很难去命名你的感受。第二个呢，就是我去年读了一本书，我觉得对我帮助也蛮大的，这个书叫做《圣多纳释放法》，它是一本专门关于情绪释放的书。然后我觉得这本书里它很有帮助的一点是，它把不同的情绪归纳成了几类，然后把它做成了一个类似于情绪表格，就是在这个情绪表格里面，你能够找到各种各样对于感受和情绪的描述。然后我就会把这个表格呢放在自己的床头，每当我自己感觉到有情绪不太舒服的时候，我都会把这个表拿出来，我先看一下，然后我去对应在这个表格里面。比如说我先从大的类目上，我先对应说我当下感受到的可能是悲伤，然后呢我会在这个悲伤的这一类下面去找到具体描述我当下感受的那个词儿，然后慢慢的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能够用更精准的词去命名和说出你当下的感受。可能一开始你的这个关于情绪和感受的描绘的这个语料库，这个词汇库，它是一个很小的词汇库，你只会那么几个词儿。但是当你运用这样的一个表格之后，你的这个词汇表会被丰富，然后你对于情绪的一个描绘和表达的能力也会有提升。那这个其实是很能够帮助我们去确认自己的感受，以及包括在关系里面去告诉对方我当下的感受是什么。当我们能够觉察自己当下的一些感受，然后包括说出自己的感受的时候，接下来很重要的第3步就是去释放自己的情绪，尤其是那些
在你感受起来很强烈的情绪，就这个情绪如果你不释放它，你就会不断的被它扯着，你就会想要在这个情绪的推动下面去做一些不理性的决策和一些很冲动性的行为。我总结了几个对我来说很有帮助的释放情绪的一些安全无害绿色的方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释放情绪它可能会给周围的一些人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那我总结的这4个方式，我觉得都是可以很安全的一个人去做的。首先呢，第一个方式就是大哭一场。哭真的是最高效最有效释放情绪的方式，不管你当下的情绪是什么，真的就是不仅仅是你委屈的时候你想哭，你当下有任何的情绪的时候，你都可以用大哭一场去释放自己的情绪。我最近在看那个谷爱凌新的纪录片，叫做《谷爱凌再出发》。谷爱凌大家知道，过去1年她其实经历了在她的职业生涯里面最艰难的1年，她经历了很严重的脑震荡，然后在修复训练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很严重的网暴。所以在她的这个纪录片里面，她会分享自己在过去这1年经历了很多痛苦、低落和失望的时刻，而她释放情绪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哭。她说她会给自己定一个闹钟，就是花5分钟的时间尽全力去哭，然后当这个哭的能量释放出来之后他的这个痛苦和情绪消弭了之后，他就可以继续他的训练，继续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对我来说，我觉得哭也是一个最高效的释放情绪的方式。在应该是过去5年吧，对，我觉得我基本上就是每隔几天就会大哭一场，可能没有什么具体的原因，它就是身体里面的某一种能量不通畅了。我想到过去的某一件事儿，或者是最近发生了某一件事儿，让我觉得有一点不舒服，让我觉得有一些情绪，那我就会选择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然后把灯都关掉，然后蒙上被子，然后甚至很多时候就是跪卧在床上，去紧紧地抱住自己，然后大哭一场，可能真的就是2-3分钟。当你哭出来了，你把这个情绪释放出来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身体很舒服，这个能量又开始流动了。那除了哭之外呢，很多时候比如说我感受到一些更为强烈的情绪，就可能哭我觉得都没有办法释放的，尤其是和愤怒和这种带有攻击性的能量有关的时候，我从我之前的那位心理咨询师那里学到了一个我觉得对我很有帮助的方式，那就是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让自己跺脚、尖叫、呐喊，用身体把这种憋住的能量释放出来。所以有时候当我觉得身体里面有一种很强烈的愤怒无处释放，然后我当下又没有条件去运动，去做任何对抗性的活动的时候，我就会在我的脚下垫一个枕头，然后我就会在这个枕头上面去跺脚。可能我也会去找到一个公园，然后这个公园里面也没有别的人，我就会找到一个角落去尖叫，去呐喊。当我就是慢慢的去跺脚，然后去呐喊，甚至是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一些心里话说出来，我觉得那种憋住的没有办法被释放的攻击性的能量就会被完全的释放出来。然后在那个之后，你会觉得自己的身体有一种松脱的感觉，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释放情绪很有帮助的方式。然后第3个方式呢，就是它更为内敛一些，它往往是在我情绪比较低落，然后我觉得会有一些能量像一团毛线一样缠在一起，没有办法把它理清的时候我会做的，那就是安静的坐下来去书写。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养成写日记的习惯。从19年，就我差不多我爸去世那个时间，到现在这7年的时间里面，我一直在坚持写日记。就是当我感受到我有一些情绪上来的时候，我就会拿开我的笔记本，我就会找出我的笔记本，然后很自由的在上面去书写。可能我写的东西都没有什么逻辑，也没有什么对于事物的很具体的分析，我就是很单纯的在写我当下的一些想法、一些思绪，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儿，然后我心里的一些感受。那在写着写着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内心的这些
堵住的能量，我们内心的这些压抑的情绪就会顺着笔尖流出来。书写真的是一个很有用的方式，很多时候我都会带着我的笔记本出去旅行，然后带着我的笔记本去咖啡馆，然后随时随地的我都可以把这个本子拿出来，它就像是一个我随时随地可以拿出来交流的一个很安全的咨询师。我可以不用担心有人评判我，可以不用担心我当下的这个感受被指责，我可以很安全的在我的日记本里面去写下任何我当下真实的感受。最后一个释放情绪的很有效的方式，我觉得是运动。对，尤其是一些对抗性的运动。我过去很喜欢用跑步来释放情绪，就是当我觉得哎呀好难受啊，身体里面这个情绪不流通，我可能会选择出去跑5公里。但是最近这2年，我自己可能会有时候去打网球，去做一些这种对抗性的活动，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这种强烈的压抑的情绪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这种梳理。那当我们释放了情绪之后呢，第4步就是可以再次安静下来，去觉察自己当下真实的感受。如果你感受到的是平静，那么恭喜你，你这个时候其实情绪你就已经流通了。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冷静下来，去判断你当下所处的这样一个状况，你要解决的问题的局势是什么，然后去做出对自己更有利的、更理性的判断。那也有可能是你做了以上释放情绪的行为，你觉得还是没过去你这个情绪就是还是有一些没有被释放或者流通的部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回到第2步和第3步去通过命名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情绪，然后通过释放自己的情绪，让这股能量去流通。所以从第2步到第3步去命名情绪、释放情绪，我们做的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去流通自己的能量，就是回到我们前面讲的，情绪是我们身体没有被流通的能量和生命力，我们只要用一种正向的合理的方式把它疏解开，你的体内的能量流通了，那这个情绪它就是得到了疏解和缓解。那第5步呢，我会把它叫做有建设性的行动。也就是说，当我们清晰的觉察并看见了自己当下的情绪，然后呢又释放了这股情绪，能够做出对自己当下清晰的判断，那这个时候我们去做出的任何的决定都是自由的、有建设性的行动。只有当我们和真实的自己连接，我们才最有可能去做出当下对自己最有利，甚至最能帮助自己实现自身需求的那些判断和行动。因为当我们恐惧情绪、对情绪有羞耻感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容易因为回避冲突去不断的忍让，从而牺牲掉自己的利益和需求。而当我们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也就是说被情绪裹挟，去宣泄情绪，然后去发疯的时候，其实是很有可能伤害到别人和伤害到自己的。恐惧情绪、压抑情绪和宣泄情绪可能都没有办法让我们做出最有建设性的行动。只有当我们的情绪得到了正向的疏解，情绪自由之后，你才会有这样一种真正和自己内心连接上的这种充满力量的很真实的自由。这种自由来自于一种很深的自我接纳和自我关爱，就是我不再否认和压抑自己的感受和需要，也不会随意发泄情绪去伤害自己的气血，而是在每一个当下深深的看见那个当下我真实的感受，拥抱它，和它待在一起。当我可以在任何一种状态中稳稳的安住，去陪伴自己，待在那个过去让我觉得很恐惧、很羞耻的地方，我会感受到一种很鲜活的真实的自由。那个真实的我不再是装在某个壳里，不能被看见，不能被接纳的，需要被藏起来的洋娃娃，而是可以被暴露在阳光下，被自己看见和拥抱的一个鲜活的存在。并且当很多时候我在关系里，甚至是在这个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很脆弱的、很真实的感受时，我发现这些关系反而不会因为我暴露了真实的自我就被推远，大家也没有被这个不完美的我吓跑，反而因为我的这种自我暴露，我们建立了一种更为真实的、更为深入的连接，
让我知道，原来真实的我不仅仅是可以被我自己看见接纳的，也是可以被这个地球上另外一个人看见和接纳的。这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更深的力量和自由。我觉得对我来说，这种自由并不依托于任何外在的形式、评价或条件，也并不取决于我此刻是不是快乐的，是不是美好的。它更像是一种内在的关系，我是否允许自己如是的存在。自由不只是状态，更是我与真实自己的关系。自由是我愿意拥抱内心每一种真实的感受，无论此刻是平静、喜悦，还是恐惧、焦虑，都不再着急修正自己、否定自己，不再把自己塞进一个情绪稳定的好女孩的外壳里。自由也是，当我感受到害怕、脆弱、焦虑的时候，我不会再责备自己，你是不是太敏感了，而是允许这些感受和情绪真实的流动，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去面对生活里的选择和问题。好，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拜拜。